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咪姐。在视频开始之前，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看着很眼熟，对不对？也许你的手机此刻正亮起同样的通知。就在今天，全美有无数长辈收到了这笔钱。这一笔$200，名义上是财政部给我们的通胀救济金，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买菜钱，是给孙子包红包的钱，是政府的一份心意。但是对于住在加州猛士的刘阿姨来说，这$200就是一场浩劫的开始。听大咪讲讲刘阿姨的故事，这绝对不是恐吓，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刘阿姨今年72岁，独居，拿补充保障收入生活。她是我们华人圈里最典型的长辈，省吃俭用，遵纪守法。她知道补充保障收入有个天条，个人银行资产不能超过$2000。为了保住这张保命的支票，刘阿姨活得像个精算师。每个月发了钱，她就赶紧取现金付房租，把银行余额死死控制在$1800到$1900之间。她在这个安全区里小心翼翼地走了10年，从来没出过错。直到今天早上9点，财政部的这笔$200 IRB 福利金不打招呼自动进账了。刘阿姨当时还在早市买菜，看到短信还挺高兴。哟，政府真发钱了！他心里盘算着，等周末去银行取出来不就行了吗？晚了，全完了。家人们，你们必须知道一个残酷的真相：美国的银行系统和社安局的系统现在是连通的。就在那笔$200进账的0.01秒，刘阿姨账户里的余额从$1945直接跳到了$2145，红线断了。对于银行电脑来说，这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化，但对于社安局的自动监测系统来说，这触发了1级警报，该受益人资产超标，失去领取资格。刘阿姨以为她只是多了$200块钱，但按照补充保障收入的全有全无原则，一旦资产超过$2000，你失去的不是多出来的部分，而是整个资格。大家帮刘阿姨算一笔账，这也是所谓的无知税。为了这区区$200的意外之财，她将面临下个月$943的补充保障收入生活费全额停发。不仅停发，社安局还会发信追讨这个月已经发放的福利，要求你退款。最可怕的是，连带着她的红蓝白卡也会因为资产超标而失效。如果这时候生场病，那就是倾家荡产。就在我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刘阿姨正在家里哭。她想不通，明明是政府硬塞给我的钱，为什么最后惩罚的却是我？这是一个巨大的政策陷阱，也是一个正在围猎350万人的阳谋。刘阿姨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此刻看看你的账户，这笔钱进来了吗？你的余额现在是多少？是不是也正好卡在了那条生与死的边缘线上？别急着去取钱，更别觉得不知者无罪。在美国的福利体系里，无知就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残酷的系统扒开给你们看，为什么有的人收到了钱却没事？为什么偏偏是这350万人被系统狙击了？家人们，刚才看完刘阿姨的遭遇，我知道很多人现在都在查账户。有人可能会说，大咪，我查了，我还没收到这$200，是不是就没事了？或者有人显示的状态不是 paid 已支付，而是刺眼的红色 spended 拦截。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让你背脊发凉的数据。根据财政部与社安局的后台数据对接，全美大约有350万人的这笔福利金，在发出前最后1秒被系统拦截了。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哎呀，那我亏了，$200没拿到，大错特错。如果你在这个拦截名单里，大咪要恭喜你，你是被系统 bug 救了一命的幸运儿。而那些顺顺利利收到钱的人，才是真正走进了猎场。为什么会有这350万人的名单？这背后的逻辑才是最可怕的。大家必须明白，这$200的发放依据不是靠人去填表，而是靠算法匹配。这350万人之所以被显示 spended， 是因为系统在那个瞬间检测到了你的账户存在数据冲突。
可能是你的身份信息更新了，可能是你的地址变动了，甚至可能是你的银行账户在过去1个月有过异常波动。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美国的眼睛一直盯着你。社安局的系统不是瞎子，他清楚的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的银行账户是哪一个，甚至你的账户在这个月任何一天的余额状况。对于那350万被拦截的人，系统的逻辑是这个账户有疑点，先别发钱，别把事情搞大。但对于剩下的6000多万顺利收到钱的人，包括屏幕前的你，系统的潜台词是你的数据很清晰，你的账户很活跃，钱给你，如果你自己没接住，资产超标，那就是你自己的责任。这才是最让大咪担心的。这350万人因为系统故障躲过一劫，没拿到这200美金糖衣炮弹。而你们拿到钱的这些长辈，你们的账户现在就像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敞口，这200美金就像一滴红墨水滴进了清水里，它不仅增加了你的资产总额，更重要的是它激活了社安局下一次资产回溯的触发器。系统会想，既然我给你发了钱，那下个月我就要回头看看这笔钱你是花掉了还是存着。如果存着，加上你原来的棺材本，超没超2000美金，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博弈。你在明，系统在暗，你盯着那200美金的芝麻，系统盯着你手里每个月943美刀的西瓜。那么这个所谓的发钱法案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为什么他偏偏选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给这么脆弱的群体发这么尴尬的一笔钱？家人们，这200美金到底是个什么钱？它的全称叫 Inflation Relief Benefit， 通胀救济金。它的法律来源就是今年国会刚刚通过的2026欧巴巴法案。听着是不是挺好？政府觉得物价太贵了，鸡蛋涨价了，房租涨价了，所以哪怕财政赤字再高，也要给最困难的补充保障收入群体发这200美金，帮大家喘口气。这是阳谋的第一层，给甜头。但大咪要带你看的是藏在文件底下的第2层逻辑，时空错乱的猎杀。请大家记住这2个年份。这200美金的 IRB 是基于2026年的物价水平发给你的，它是为了应对现在的通货膨胀。但是接收这笔钱的容器，也就是补充保障收入的资产限制规定，单人2000美金，夫妻3000美金，是哪一年定的？是1989年。家人们，你们品一品这个荒谬的逻辑，37年了，哪怕当年的2000美金放到今天可能只值几百块，但社安局的那条红线1美分都没有涨过。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局面，左手财政部拿着2026年的钱拼命往你兜里塞，说拿着，这是给你的补贴。右手社安局拿着1989年的老黄历死死盯着你的兜，说住手，你的钱超过1989年的标准了，你是富人，我要砍掉你的福利。这就是大咪要告诉你们的真相。欧巴法案这200美金根本不是涨薪，它是一次极其残酷的压力测试。它在测试什么？它在测试在这个通胀高企的年代，还有多少老人会因为这一丁点意外之财，不小心撞上那条30多年前的破旧红线。这就像是有人把你推到了悬崖边，然后好心的递给你一个重达200斤的金元宝。你要是接了，你可能会因为太重而掉下悬崖，资产超标，福利全停。你要是不接，你又觉得亏得慌。但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很多长辈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悬崖边上，他们甚至以为200美金加上原来的1800美金正好2000美金。没超啊，错，大错特错。很多长辈问我，大咪，我不就是多了200美金吗？就算超了2000美金的红线，大不了社安局把这200美金扣回去不就行了吗？大错特错。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而在美国的补充保障收入法律里，这叫法盲。美国社安局对于补充保障收入福利的判定，遵循的是一个极其冷血的原则，叫 all or nothing， 全有全无。听大咪给你算这笔死亡账单，假设你的银行账户里原本有1801美金，今天那笔200美金的 IRB 到账了，你的余额变成了2001美金，仅仅超标了1美金。但在社安局的电脑里，
这1块钱不是误差，它是开关，咔嚓一下，开关关掉，后果就是当月支票清零。你失去的不是那超标的1美金，而是你下个月原本该拿到的943美金的联邦基础金。如果加上周补可能更多，为了1美金赔掉943美金，这笔生意谁做谁倾家荡产。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 MIDI 减票白卡失效。大家知道在美国看病不仅贵，是天价，大部分领补充保障收入的长辈，你们的白卡是自动挂钩 automatic linkages 的。也就是说，只要你领着补充保障收入，白卡就自动生效。一旦补充保障收入断了，白卡资格很可能随之被冻结。试想一下，如果下个月你刚好要换药，或者突然摔了一跤要叫救护车，去医院一刷卡，红色拒绝 declined， 那时候这一张急诊账单可能就是几千甚至几万美金。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你贪了那200美金块钱。社安局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他们可能不会在下个月立刻停你的钱，而是让你先领着，等到半年后他们查清楚了，会直接给你寄一张几千美金的罚单，清1月份你的资产超标了，所以从1月到6月发给你的所有钱都不合规，请你全额退款。那时候钱都花完了，你拿什么退？这时候你就会陷入真正的死亡螺旋，你的福利被扣光来抵债，你没有生活费，你看不起病，你甚至会被起诉欺诈。家人们是不是听出一身冷汗？这就是为什么大咪一开始就说这200美金是糖衣炮弹。我知道有人现在已经想冲去银行取钱了，慢着，你以为把钱取出来藏在床底下，社安局就不知道了吗？现在的银行系统比你想象的要出卖，你得更快。家人们，听到这里，我知道屏幕前至少有一半的人正在穿鞋，准备冲去银行 ATM 机取钱。你们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只要我把这200美金或者是账户里多余的钱取出来，余额显示小于2000美金，社安局不就查不到了吗？太天真了。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掩耳盗铃的操作不仅救不了你，反而会让你死得更快。这种想法还停留在20年前。大咪今天要给你们揭秘一个社安局手里最狠的核武器 FI 系统 Access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过去社安局查你的账可能需要人工发信给银行，一来一回要几个月，但现在通过 ISR 信息共享请求机制，这几乎是全自动 DS 级的。你以为你和银行柜员是朋友，在系统的算法里，银行是社安局的1级线人。当你为了避险急匆匆的把那200美金或者是500美金现金取出来的时候，你不仅没有消除痕迹，反而留下了2个致命的电子案底。第一，无法抹除的峰值记录。虽然你把钱取走了，月底余额可能确实低于2000美金，但是在那笔 IRB 进账的瞬间，你的账户余额曾经短暂的突破了红线银行的流水单上。那一行 balance 2100美金是永远印在那里的。社安局的系统不光看月底余额，它还会扫描历史最高点，那个峰值就是你违规的铁证。第二，更可怕的资产转移嫌疑。你以为取现金是神不知鬼不觉？对于社安局来说，一个长期稳定的账户突然出现一笔200美金的进账，紧接着又是一笔急匆匆的提现，这在审计逻辑里叫试图隐藏资源，一旦被系统标记为故意隐藏，性质就变了。这不再是简单的退钱，这可能会被定性为福利欺诈。到时候你要解释这笔现金去哪了。你说我买菜花了，请出示收据。你说我丢了，对不起，没人信。如果你拿不出合规的消费证明，这笔钱依然会被算作你的手持现金资产，你的补充保障收入照样得停。这就是现代大数据的恐怖之处。你以为的救命操作，在系统眼里全是犯罪动作。现在的局面是，钱已经进来了，记录已经生成了，系统已经亮红灯了。难道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等着下个月福利被停吗？当然不是。虽然我们不能骗系统，但我们可以利用规则合法地让资产消失。接下来的最后一章，大咪将教你一套黄金48小时自救法，怎么花钱社安局才挑不出毛病。
买什么东西既能保值又不算资产。家人们擦干冷汗，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社安局的规定虽然冷血，但它留了一扇窗户，叫 spend down 资产减持。简单说，只要你在这个月结束之前，最好是收到钱的48小时内，把这多出来的$200或者导致你超标的那部分钱合法的花在你自己身上，并且让月底余额回到$2000以下，你的福利就能保住。但是怎么花是有讲究的，乱花钱叫挥霍，会花钱叫资产置换。大咪送你3招自救锦囊，请拿笔记。好，第一招，预付刚需，钱没少，只是换了个地方存，这是最快最安全的办法。立刻联系你的房东或者去水电局、燃气公司，把这$200用来预付下个月的房租，或者预缴半年的水电费。逻辑，现金变成了居住权。在社安局眼里，现金是资产，但你预付的房租是生活必须支出，不计入$2000限额。注意，必须索要写有日期的收据。第二招，健康投资。你的身体是社安局收不走的资产，如果房租交过了，那就去看看你的牙齿，或者配一副好一点的老花镜，购买医疗器械，做牙科治疗，买助听器，这些都属于医疗必须消费。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既改善了生活质量，又合规的降低了银行余额，这是双赢。第三招，还清债务。无债一身轻，如果你信用卡上有欠款，哪怕只有几百块，立刻还掉。还债是社安局最挑不出毛病的减持方式，但是有2条红线，打死也不能碰，严禁转账给子女。别觉得转给我儿子就不算我的钱了，在社安局眼里，这叫赠与，会直接导致你至少停发福利几个月，严禁取现后藏家里。前面说了，取现会被怀疑隐藏资产，除非你能拿出每一分钱的购物小票。家人们，这场$200的闹剧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美国领福利不是装穷那么简单，它是一门精准控制的艺术。在这个大数据联网的时代，任何一丝侥幸心理都可能成为压垮你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记住大咪的话，保留好每一张收据，那是你在社安局面前的护身符。在这个信息爆炸却又充满逻辑陷阱的时代，看清真相是唯一的避险方式。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下一次变局发生时，你会是第一个看清真相的人。我是大咪，帮你在海外避坑护航。我们下期见。